男孩生在一个负债累累的家庭，父亲虽为铁匠，却很难养活全家，更是为了生计借了阎王债，如果到期不还就会被废掉手脚。这样的气氛下，众人只能默默吃饭。不仅如此，家里的卫生条件奇差，父亲的口气更是让他难以接受。而妹妹为了省水，1个月才洗一次头发，她实在接受不了这种生活，她要做出改变。首先就从他们的父亲开始，随即他询问父亲有没有硬皮毛之类的东西，父亲表示认识个猎人，可以从那儿要点野猪毛。不久父亲就带回来一大包，他本想只做些公家人所用，但是反正也没有什么事可干，他便开始做起了牙刷。不一会儿的功夫就做出了许多，然后叫来父亲教他如何刷牙。这种清新的感觉父亲从未体验过，他告诉父亲这叫做牙刷。随即两人相视一笑，觉得这个可以换些银两。说干就干，两人收拾好后直奔集市。在他们的讲解下，人们蜂拥而至，瞬间就将250支牙刷销售一空。如果他们多卖些，阎王债就可按时还清。他们决定大量采购原材料继续制作。听到这个消息，妈妈和妹妹也来帮忙，全家彻夜不眠地开始制作。他们的目标是3000支就够还清债务。半个月后，他们再次来到集市，却出了问题。这里已经有人开始贩卖牙刷，更有小孩女人的定制款式，技术工艺材料每项都比他们的还好。男孩没想到这个时代商人的嗅觉这么敏锐，父亲见此询问儿子怎么办。他们只剩半个月的期限，看来自己的手臂是不保了。回到家后，男孩一直在思考接下来做什么。前世他出了严重的交通事故，濒死之时他拼命爬向父亲的遗物，当抓住后就失去了意识，醒来后就来到了这里。接着这事的记忆在脑海中不断浮现。他名叫曹辉，他的父亲是个铁匠，母亲贤良淑德，有个向往江湖不懂事的哥哥和体弱多病的妹妹，还有一个骗了他家钱财的家伙。看来父亲出外借钱都是因为此事。这时脑海中庞大的知识间歇浮现，这绝不是一个人能拥有的信息。而且司马懿词不知为什么让他异常愤怒，现在他的脑袋还是一片混乱，不知道在这里做些什么才能活下去。难道要像小说一样成为武林高手？曹辉找到了正在练武的哥哥，但他的剑法很难让人信服，感觉前世的小学生都比他练得好。就算这样，他还是开口询问哥哥在哪学的功夫。哥哥很自豪地告诉弟弟，他师从朋友张三。曹辉知道这些学了也没有大用，询问哥哥跟那些门派学武很难吗？闻言哥哥大怒，他走遍各地都没见到一个江湖人士，那种武林高手他们百姓一生都难得一见，如果想学当哥哥的可以教教他。曹辉直接转身离去，让哥哥好好努力。看来武侠小说中的各种奇缘都是骗人的，虽然现在他在这里还是很迷茫，但他肯定要改变现在家里的情况，更好的活下去。父亲第一次刷牙让他看到了商机，在这个时代还没有牙刷的存在，因此他带着制作的牙刷在市场大卖，本想借此就能还清家里债务，没想到再来时已经有人效仿占据了市场。回到家后，他不甘心再次找到父亲，希望可以将家里的铁匠铺传给自己，因为他又想到了一个办法。父亲不知道他说什么胡话，毕竟儿子毫无打铁的经验，下句话更让父亲大怒，儿子竟让他出去再借些银两回来，只要能作为抵押的东西都拿去换成银两，因为他会让这些钱得到3倍回报。闻言，父亲想就此了结这个逆子。大病以后，儿子好像变了个人似的，但想到之前牙刷的事情，父亲决定先听听他大胆的想法。曹辉要让他们曹家在安徽成为钢铁大家，他知道铁犁是他们卖的最好的产品，首先他们要先降低 30% 的价格，如果消息传出去肯定会吸引人们前来，他们一天就能做出30台。父亲觉得儿子一定是疯了，他做1台的时间也要半个月。曹辉表示很容易实现，首先他们要雇佣20个工人，然后让他们流水作业，每项工艺分为2组去交替工作，父亲只要传授对应的工艺与监督就行，而他会亲自去负责销售。如果顺利的话，他们将会很快还清债务，然后继续投资扩大经营。父亲本不想抛弃匠人的精神，但听到前述后，他觉得儿子说的很让人信服。第二天他们就来到了商团，表明来意后，门卫让他们去旁边排队。见从里面出来的人都很沮丧，父亲有些紧张。曹辉安慰父亲后，让他等在外面就行。进入后，公子模样的人问他需要多少银两，曹辉开口就是300两银子。见他的模样，公子直接让人送客。曹辉表示自己走了，公子会为此后悔，并会失去与最主要的铁坊之间的联系。公子以为他是金秋或大火黑铁坊的人。曹辉表示自己是曹家铁匠铺的二儿子。闻言，公子觉得他是来找麻烦的。见此，曹辉拿出了自己的笔记本，上面详细记载了自己家的东西价值，但公子表示上面的价值只够150两。曹辉说剩下的用全家的劳力作为抵押，而且以后他们的产品可以7折与公子交易，如果不同意的话，他会找白角商团商量。听到竞争商团的名字，公子直接命人取1000两过来，如果还不上，必会将他们收作奴仆。曹辉可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。回到家后，父亲询问接下来怎么办，曹辉表示已经贴好了招聘信息，下面就是面试的时间。首先筛选掉不适合这项工作的，然后就是利用前世的工作方式留住他们。这种体系在现代已经经过无数试错，况且他给出的待遇已经超出正常水平，节假日也会给他们带薪休息，还会有许许多多的福利奖励。但有一点，这里的工作都是保密的，
所有人都没有意见，希望快些开工。他让众人先和父亲去学习技术，见员工斗志这么亢奋，他知道自己的计划一定会成功。人们从没有听过这么好的待遇，蜂拥而至，迫不及待地要求加入，一切都按着他的计划在进行，剩下的就是让他父亲细心教导工人。几天后，工厂就进入到了正轨。这种生产的速度让父亲大为震惊。以前他受尽半个月酷热才能锻造的铁犁，现在一天就能做出了20多个，而且质量也没有相差多少。见此，父亲却没有想象中的开心。他让儿子赔偿自己的青春，有这样的想法为什么不早些说出来？曹辉安慰父亲，现在也不晚。但父亲的怨念并未停止。见此，曹辉连忙转移话题，他们应该考虑继续扩大经营。就这样过了半年，他们已还清了所有的债务，并将他们的工厂扩建出3个车间，分别生产不同大小的铁器。这时管家送来了今天的报表，并称他的义兄已等候他多时。闻言，曹辉连忙直奔大厅。原来他的义兄就是借钱给他的商团公子。寒暄几句过后，他询问对方来此目的。义兄表示，半年来他们商团一直在销售曹家的铁器，现在没有人不知道那是曹家生产的产品，以他们商团的名义阻止也是有限度的，所以要尽快找一个可以庇护他们的团体。官员很快会追究曹家铁来源的问题，这样会连累他们商团，因为铁都是他们提供的。曹辉让义兄不要担心，他已经在考虑，而且他也知道义兄为了他一直在与各大商团协商。义兄表示自己眼中也不全是交易，各个铁房商人们已经拦在他们商团前1个月了，很快就会找到曹家。曹辉让义兄安心，他已经解决了官府的问题，他每月都上缴了不少的银子。其实他担心的是官府都害怕的人，他的利润庞大必会吸引铁血帮。义兄没想到最大的问题竟在江湖，所以曹辉现在才能下定决心，他要让那个坏人听到名字就害怕的家族作为自己的庇护，就是江湖上有名的南宫世家。义兄觉得那是不可能的事情。曹辉表示，几天前他遇到点事情，2个人为了争夺丽春院的经营权打了起来，在他眼里2人的身手已经很厉害了，旁边的路人却说他们算不上高手。这时一人打断了他们的争斗，那个男人只说了句让开，2人就离开了那件事后，他就决定将精力放在南宫家，就像之前向义兄借钱时一样，这次他也会在南宫家冒险一试。闻言，义兄很后悔当初没有多给曹辉点银两，希望以后不会忘了他这个义兄。他见曹辉已经有了计划，便先行告辞。送走客人后，管家表示老爷找他。曹辉很疑惑，父亲竟这么正式的找自己。不一会儿，父亲拿着一个盒子进来，告诉他这是他们曹家世代相传的宝物。他用半年时间就跻身于村里的富豪榜。为了守住家业，他决定找南宫世家帮忙。临行之前，父亲希望将传家宝交付于他，没想到以前要借钱吃饭的家里竟有宝物。当他看到此宝后，异常熟悉，前世他的父亲也给过他此物。难道他转世到了祖先的身体之中？父亲告诉他，此物名为一天血玉。说话的同时，竟有声音从里面传出，而且好像只有他能听到。父亲知道此物不凡，但具体也不是很清楚。当父亲离开后，宝珠里面又传来声音，隐约看到一个老者询问他的名字。他忍住惊讶，告诉老者自己叫曹辉。老者感叹，男孩的灵魂等级相当于他们的尊者，但在他的身上却看不到那道命格线。血域选择之人都需要那根线获得能力，曹辉却不知道他在说些什么。老者解释，从武之人会达到天人合一，从文之人也会成为圣人之列。曹辉表示自己并未有得到任何的恩赐。闻言，老者觉得他在撒谎。曹辉怀疑他转世的事情算不算，但这个秘密他不知道该不该说出来。此时另一个老者表示，他们都是曹家祖先，不会有人会害自己的后人。思考后，曹辉说出了转世的秘密。此话一出，老者哈哈大笑，看来最后还是司马获得了胜利。随后不管曹辉怎么呼唤都没了动静。就在他还没弄清怎么回事时，哥哥急急忙忙闯了进来，希望可以带他一起去南宫家族。曹辉可不想哥哥影响自己的计划，直接拒绝。但父亲却走来，希望他带上哥哥，不要把事情都揽到自己的身上，可以让哥哥替他分担一些事情。见父亲开口，曹辉也只能同意。另一面，各铁坊的商人找上门来，仆人连忙去禀报此事。曹辉知道这一天终于来到，必须亲自解决。铁匠主们见到他都是愤怒不已。曹辉却反问自己错在哪里？曹家降价不假，但却还有丰厚的利润，不知道这些长辈们为什么不降低价格。他让众人跟着自己去参观一下工厂，眼前的景象让他们震撼。曹辉询问在场的人有谁能超越他。安徽的铁器大师曾排名过第一，那时开始安徽100年后再无人达到。从此皇室的工作他们再没有接过，他们的年轻人都被皇帝招做士兵，所以曹辉恳求各位帮助他达成愿望，他们必须合作才能让天下都使用他们的铁器。现在的工坊全靠他的父亲一人去教授技术，他想聘请在场人去教授他的员工，并和他父亲成立研发部门，他们再也不用在自己打铁吃苦赚钱。众人听后开始议论纷纷。曹辉见他们已经动摇，便让人去取出准备好的东西，他要让人知道自己的决心，他要把安徽铁坊打造成天下第一。众人被他成功洗脑后，便让父亲给他们分工。前世的恶意收购应该就是这样。人手有了后，他叫来了管家，让他着手开始自己的计划，取代简易马车的铁矿架马车。明天他离开后就交给管家去实行。这一走他不知道要多久才能回来，所以他会将突发事件的处理写在本子上。
他相信管家可以很好的处理一切。他没想到自己的祖先竟是一代枭雄曹操，并告诉他不配成为下一代的霸王，他只会靠些小聪明去收买人心。曹辉却不服自己不用银两，难道把他们当作奴隶？此时宝珠里的灵魂产生了分歧，他们毕竟等了好久才遇到有缘的后代。随后宝珠再次没了声响，他和哥哥从家里已经出来几天，刚刚才适应骑马出行，哥哥倒是骑得很好，却一直端着本什么江湖风云录。他祈求神明能救救这个武痴。哥哥好像听到了他的心声，他告诉曹辉自己曾发过誓，山贼抢劫他们家那天父亲被打得很惨，他不会再让人伤害自己的家人。曹辉听后改变了对哥哥的看法，他相信哥哥一定可以做到。哥哥希望自己能成为剑神那样的男人，只身消灭了魔教8大分舵，更是斩杀了魔教教主。这样的强人却连名字都没有留下，关于他的记录什么都是不详。这时宝珠又在曹辉脑中响起，询问他想没想过曹家为什么这么潦倒。在曹操的时代，他拥有上万块金子，曹操希望男孩和他们做一次交易，这样他们一定能对付得了那些人，就是他恨之入骨的司马一族。难怪曹辉听到司马会产生愤怒，但据他所知，对方现在的家主是武神后代。曹操询问一人能不能让曹辉继承武功，那人正是哥哥刚才提到的剑神曹天，如果找到他的剑种应该可以实现，然后继承他全部的能量。曹天表示他偶尔能看到曹辉的记忆，那里的知识文化让他无法想象，如果他们的能力和曹辉的知识结合，肯定能完成大业。见有这么好的事情，曹辉直接同意了交易。黄昏时分，他们抵达了合肥，这里的景象和现代都市完全不同，这里气氛更加的活泼。一处空地正在进行着京剧表演，两人没见过世面的样子吸引了一个老者，三人虽不认识，却谈得很是开心。老者介绍表演的是南宫家天剑剑侠大战南域血魔。天剑剑侠在安徽是偶像般的存在，但也有人觉得这些都是骗人的，明明是天雷刀客打败的血魔，这些人还天天在演这些。此言一出就引来了很多不满，但看到他们的装束是诸葛家的人，便再没有人敢和他们多言。此时哥哥说他们胡说八道，他可是江湖风云录的忠实读者，里面根本没有定论到底是谁打败的血魔。曹辉感受到了对方的怒火，连忙上前解围，说他的哥哥脑子不太好使，希望对方不要和他一般见识。回到客栈，曹辉才松了口气，要不是那么多人看着，估计没法轻易收场。刚到合肥就惹上诸葛家，可怎么行？还好这时曹辉的义兄来到，曹辉才转移话题，询问南宫家的情况，最好是南宫家内部的一些人员资料。义兄告诉他，那只能去找叶蝶或月下灵，他们是江湖中的情报机构，但他们这种普通人很难找到在哪，他们存在与否也不能确定。曹辉觉得想要取巧的办法可能是行不通，便询问直接拜访的话需要多久能见到内院主。义兄表示每天拜访的人达到100人，更是按目的需求划分见面的顺序。他父亲当年等了1个月之久，而且他们的这种寻求保护的都是最后接见。见此，曹辉只能明早去看看再说。他本想睡个懒觉，却被一颗珠子吵醒，只因里面住着8个老祖，让他赶紧去找寻剑种继承武功。曹辉也很想继承剑神武学，但路程就要5个月，如果碰到山贼更是麻烦，所以他恳求剑神再给他1个月处理事务。剑神见他身体僵硬，血脉封闭，决定先消耗灵力暂借他的身体。不等曹辉问清怎么回事，他已经失去了身体的控制。剑神没想到这个身体这么糟糕，化落直接变身绿巨人。过了一会儿，他表示已用先天真气打通了曹辉的经脉。曹辉记得用真气好像会损耗寿元，剑神表示不过是10年的寿命啊。此话一出，曹辉犹如五雷轰顶。剑神表示只要学会他的剑法，寿命已经不重要了，他消耗太多会沉睡一段时间。随后回到了宝珠之中，取回身体后，曹辉浑身剧痛，直接晕了过去。再醒来时，身体好像发生了变化，充满全身的能量，难道就是内力？曹辉随手一挥就毁坏了地面。他终于知道哥哥为什么执着于武功了。收揽心神后，他决定先去办事再说。来到南宫家后，果然很多人在此。哥哥来到这里后就异常兴奋，曹辉却在思考有什么办法。这时之前的老者走到了他们身旁，曹辉没想到会这么巧，连忙行。老人原来是南宫家内院副院主，让下人带2人去长老院等他，就因为之前只有他们维护南宫家的声誉。等候时，宝珠里又一个老祖传来了声响，墙上竟挂着桃花魂星图，他和灵院大学士曹儒不可能看错，距今已有1000年的历史。曹辉听后感叹，1000年的宝物保存得这么好。老者进门刚好听到，惊讶他怎么能认出来，就算当代最有名的画师也认不出的画作，连忙询问曹辉师出何门。这个问题倒是难住了他，不知怎么回答。曹儒告诉他，就说是万想曹的后裔就行。听到是300年前有名的大学士，老者很是感慨会留下这么优秀的后人。这时老者的2个兄弟也来到此处，并询问曹辉是不是他的徒弟。老者表示自己可不敢收曹儒的后人，见曹辉没有师傅，3毛老者要收他为徒，1毛老者觉得自己是老大，应该让他收才对。3毛老者没想到大哥也发现了不同，曹辉没有任何学武的痕迹，身体经脉却已打通，而他的丹田在加速的成长，不出3年他就会突破极限，达到顶峰，当代只有7武王达到的那种境界。如果他们好好教导，应该可以实现。1毛老者询问曹辉想不想改变姓氏，他们会把他当作亲儿子一样教导。
曹辉听后还是有些动心的，但宝珠内的老祖们已经乱作一团，他们一见如故，对方竟想当他的父亲，还要让他跟随自己的姓氏，从此他便可一步青云，前途无量。闻言，他的哥哥直接选择同意。作为武士，他做梦都想加入南宫家族，但曹辉却拒绝了对方的好意。百年不遇的天才老者岂会就此错过？决定让他可以先成为自己的徒弟。见此，曹辉询问先祖们的意见，他们商量后勉强同意了提议。就这样，曹辉拜在了老者门下。老者询问他到底怎么获得的内功，曹辉表示自己机缘巧合下获得了古人的秘籍。老者根本不信，因为那是不可能的。曹辉不能说是祖先教的，只能坚持他的说法。老者表示他是武侠小说看多了，没有人教再详细的秘籍也不可能学会。这时宝珠中剑神的声音响起，让曹辉不用多说，直接提出论剑比试。他们使用最基本的三才剑法与七星步法，内力的话规定在10年以内。没想到老者竟同意了比试，并让曹辉先出招，他要看看有什么本事。所谓的论剑比试就是口头说出招式，然后对方同样以言语进行应对。两人的比试犹如是在棋盘博弈，更多的是对剑法的理解。几招下来，老者竟陷入了沉思，他想撤回上一招，重新出招，但曹辉怎么会让他如此？没有办法，老者思考后继续出招，却被曹辉抓到破绽，一招制敌。短短4个回合就输掉了比试。老者没想到曹辉有些本事，他刚才有些分神，提议再来一场。曹辉倒无所谓，希望他这次全力应对。这次老者坚持了9个回合，输掉了比试。他觉得自己输在先手的问题，希望再来一次。随后老者又一次输掉了比试，这回他也不再找理由，要求接着来。就这样，他输了13场。三毛老者觉得哥哥是不熟悉三才剑法，他觉得应该是这个理由，决定15日后再赛，他会认真熟悉下这个剑法。让曹辉等他，随即离这里而去。对方如果知道是在和剑神比试，不知会怎样。这时三毛老者询问曹辉，听过南宫之花素素吗？曹辉表示安徽没有人不知道。三毛老者决定给他介绍下自己的孙女。就这样，事情在朝着奇怪的方向发展。等待时，曹辉发现这里全是古筝，让他想起了大学弹吉他的时候。这时一个女孩走了进来，正是三毛老者领着孙女素素前来。素素率先开口询问曹辉刚才的旋律，希望他可以教教自己。曹辉直接将流行音乐交给了素素。素素从未有听过这么好听的音乐，与曹辉如同遇到了知音，都忘记了爷爷在此。三毛老者从未见孙女和哪个公子这样，但还是上前打断了他们，询问曹辉他的孙女怎么样。在见过现代美女后，他觉得素素也没有很漂亮，但这种实话不能说出来，只能表示比传说的更加美丽。随即准备先行告辞去准备比试。老头为了留住男孩，决定将孙女介绍给他，没想到孙女反被一首流行歌曲俘获芳心。老头顺水推舟想更进一步，男孩却借此直接告辞。回到住所，曹辉一直睡不着，不知南宫长老为什么对自己这么执着。剑神告诉他那是自己的专属法门，在他的时代也只有几人可以譬拟。曹辉听后感谢剑神传授自己，但剑神表示副作用也是存在的，因为他跳过的境界太多，同等级的对手他肯定打不过。解决的办法就是尽快赶到剑准。闻言，曹辉表示会尽快去的。几天来，一毛老者一直在研究论剑，他的儿子被困在这，哪儿也去不了。他不知道到底是谁让父亲变成了这样。父亲表示最近他收了一个徒弟，但是论剑却输给对方13回。儿子以为那个徒弟的实力接近七武神，但父亲却说那个人不满20岁，并以自己的剑发誓这是真的。15天后，天剑剑侠输给一个孩子的消息传开，所有人都不信这是真的。这时天剑剑侠率儿子前来，他按照约定准备再与曹辉比试一场，并希望可以先出手。曹辉接受了要求，但提出一个条件，他想在合肥开设几个客栈，如果他赢了，希望可以获得苍天令牌。剑侠没想到曹辉还是个商人，他如果赢了曹辉，就要跟随自己的姓氏。闻言，剑神要让对方看看什么叫天外有天。就这样，两人的论剑再次开始。曹辉的招式一如既往的强势，剑侠渐渐的陷入了被动，他的退路已被对方全部封死。最终他还是输掉了比试。剑侠承认曹辉胜利，但还是想再赛几场。接下来的比试中，剑侠毫无胜算，他终是意识到在曹辉面前自己的剑法多么不足，随即似有所感悟，进入冥想之中。儿子明白父亲受到启迪，叫人护卫左右。当剑侠再次睁眼，他停滞的剑术竟有所突破，高兴的觉得他应该叫曹辉师傅，并同意曹辉用南宫家名义做自己的事情。但他不明白凭曹辉的天赋为什么要成为商人。曹辉表示如果连饭都吃不饱，还怎么学武功。临离开时，他还有一事相求，希望可以让他的哥哥成为南宫家的武士。闻言，剑侠让儿子收编此子，以后更要亲自指导教授。一切都处理好后，曹辉离开了这里。门口众人都想和他论剑一番，但曹辉没有理会他们，径直走向了门口。几天后，他回到了家中，并向管家展示了自己的成果。他的铁匠工厂终于可以制作兵器了。他让管家将令牌挂起，源源不断的铁已经向这里送来。县官老爷也同意他们分期交付货款。他离钢铁王国的梦想越来越近了。他要将现代的送餐业务带到古代开展，只要每天早晨在固定的地方接受预订，而订单都会在状态栏中写明地址和时间，然后由专人去查看进行配送。他已在地图上选好了客栈和订单栏位置。
但要实现这些还需要做些事情。首先要完成他设计的自行车，他们不会去销售，因为不想人去模仿。管家觉得主意是不错，但成本会有些高。曹辉表示只要他们的食物好吃，再贵也有人买。对于他一个现代人的口味，这里的食物太淡，那是因为这个时代食盐和糖在这里很贵，所以他们要大量采购这2样东西。他会研究出新的菜品让人们喜爱，即便很贵他们也会来购买。管家询问新业务是不是优先于铁匠铺，曹辉希望管家这样做，武器的制造交给父亲就行。他准备免费给大将军一个兵团的兵器，质量工艺更要让夏侯将军满意。管家觉得这样他们经费会成为问题。曹辉表示铁的费用县官老爷已同意分期，而且现在他们有了南宫家的保护，已经可以成立一个自己的商团。管家询问他义兄的商团怎么办，曹辉表示义兄的商团一直在垄断他们的产品，短短8个月利润就达到10000两黄金，所以他为义兄做的已经够多了。义兄明白商人之间的交易是平等的，但义兄从未对自己做出改变，所以现在没有承受这种损失的必要了。闻言，管家陷入思考，如果这样的话，他们的利润会翻5倍。如果铁架马车投入生产后利润还会增长。曹辉表示并不止这些，他父亲带领的老辈技师一定会研究出好兵器，那以后与夏侯将军的交易更加庞大。管家被他的话所震撼，这样的话他们的利润不可估量。另一面，南宫家内院院长发现了些事情，苍天剑牌进给了不知名的铁匠坊，这个令牌1年都不会发出去几个。长老院趁他不再进给了出去，这种违反家族规定的事他不能不管。很快他发觉家族异常安静，训练场竟也没有人在此修炼，全都围坐在空地不知干什么。询问后才知道他们都在进行假想决斗，而且还经过了队长的同意。内院主觉得这就是在开玩笑，毫无用处，但那天长老确实通过论剑获得了启迪。闻言，内院主觉得是和家主论剑才会这样的，听到的答案却是曹家铁匠铺的曹辉，正是苍天令牌发放的那个人。随即他叫出暗影部队，命其马上去调查曹辉的一切信息。此时南宫家主找到了长老，他也刚刚得知了论剑的事情，询问是不是华山的紫霞剑圣。长老表示并不是那个人，慢慢家主就会知道那人是谁。不久前这个客栈来了好多大人物，先是诸葛家的小诸葛来到，接着是华氏家族的公子前来，最后是南宫家小店主带着素素进入。几人彼此认识，但关系却不是那么融洽。如果不是家族的命令，小店主根本不想和他们一起。他招呼素素吃完后赶紧离开。此时曹辉的义兄找来，询问他为什么要突然终止合作。曹辉没想到管家办事这么效率，其实他每次见面都提示过义兄，而且义兄应该很清楚每个月赚了多少。他们之间的合作可一点都不像是兄弟。义兄表示自己为了铁也费了很大的功夫。闻言，曹辉拿出了苍天令牌，义兄见此知道他们的合作就此终止了。这时小店主走过来询问他怎么获得的令牌，曹辉见是南宫家的人，连忙自报身份。小店主可没听过这号人物，素素连忙上前解释，令牌确实是家族给他的，因为哥哥一直闭关，所以不知道此人。曹辉公子其实是一个武术的天才，小店主一看就知道曹辉不会武功，但却被告知大爷爷论剑竟输给了此人，而且还是连输了13局。就算这样，小店主还是不敢相信。曹辉知道过多接触这些人没有好处，表示自己还有事先行告辞，却被小店主叫住不准离开，他要亲自确定曹辉是否有资格拥有令牌。此时宝珠中传来剑神的声音，表示那个男孩才是个剑术天才。曹辉以为剑神喜欢那个家伙，没想到剑神是想好好教训下对方。他让曹辉接受小店主的挑战，并将自己的话传达给对方。曹辉答应了剑神，希望他不要影响到自己的以后。剑神表示小店主肯定接受了穴位阻断的训练，虽然视力对剑客来说很重要，但也不能过度依赖所看到，而且那种训练和南宫家剑法格格不入。他的右手已经比左手要长，因为云门穴已经严重变形所致。随后剑神说出了南宫剑法口诀：无变言解，龙飞鹰道，帝王苍天。200年来南宫家的剑法注重的不是速度与技巧。说完，曹辉觉得自己太过投入，不知道会不会被打，而小店主则是陷入沉思。这些年来他为了打败华山难人，不知何时偏离了南宫剑法，难道是因为害怕失去了初心？随后他感谢曹辉的责备，并且不会再怀疑他的能力。随后邀请曹辉与他们一同喝茶，见他们要走，义兄希望曹辉再帮自己一次。曹辉让小店主稍等片刻，便开始计算义兄的账本。没有多久，曹辉就将结果告诉了义兄。看完他知道义兄也有新的生意要进行，看来义兄一直没和他说实话。见此，义兄慌忙地逃离了这里。但这惊人的计算速度让小诸葛对曹辉产生了兴趣，他只用几分钟就计算出了商会的账单。在他看来很正常的事情，却引起了别人的关注，因为那个人的家族以算术为荣。在没借用工具的情况下，他很好奇是怎么做到的。难道对方是数学天才不成？曹辉不知道怎么和他解释现代数学，不过他想还是试着解释一下零的概念。询问有没有想过没有数字的时候，小诸葛却觉得数字是基于一切的前提。曹辉知道他无法解释清楚，便想就此打住，但对方却希望他能够解释清楚。曹辉暗道自己为什么要去理这个疯子。小诸葛好像听到他说了疯子一词，好在小店主此时出面阻止了纠缠，将对方的矛头引向了自己。曹辉感觉小店主不只是单纯的不喜欢对方而已，
素素此时让他们都不要吵了，话是公子顺势让大家坐下来吃饭。曹辉这才发现这个人是谁，他主动告诉对方自己的家族和名字，对方看来根本不记得骗过他家银子，全部的精力都放在了素素的身上。素素不想理他，想起曹辉曾教过自己音乐，便起身感谢之前教自己那么好听的曲子，那是他听过最好听的旋律。闻言，小诸葛发现曹辉竟有这么多优点，他郑重地邀请曹辉来自己的家族做客。此话一出，又引得小店主的不满，竟当着他的面邀请自己家族的人。见此，曹辉拒绝了小诸葛的好意，这才平复了两人的争吵。饭后，小店主表示众人可以自由选择是否与他同行。曹辉好奇他们要去哪里，小诸葛告诉他们是要去参加华山的小龙会，那是3年才举行一次的盛典，不只是武术，还有琴棋书画的交流。曹辉想起华山的话离剑冢很近，这些人正好可以成为他的保镖，他也会因此认识更多的大人物。小诸葛和素素都很高兴曹辉的加入，就这样几人坐上了一辆马车。不知走了多久，手下报告他们遇到了麻烦，山贼在前方立起了旗帜，竟然看到南宫家的车队还敢拦截。小店主提剑就要去教训这帮无知之人，但小诸葛觉得他毫无头脑，对方知道是南宫车队还要拦截，证明对方是有信心才做出的抉择。而且对方的旗帜是只灰熊，绿林之中只有一个帮派用此旗帜，那就是铁雄霸最强大的绿林之王，几乎拥有与七武神同样的名气。与此同时，身披红色斗篷的人从山上跳了下来，正是铁雄霸直属的赤熊疾风队。见此，小店主让武士准备迎战，小诸葛也让护卫结阵准备战斗，并告诉小店主可以将敌人引入他们的阵法之中。曹辉的宝珠此时响起，曹操表示看来此子是诸葛孔明的后人，不知道为什么每个人都把他当成老头，明明他是才17岁的帅小伙，但所有人都觉得他谎报了年龄，好像是有什么阴谋的样子。众人只能再三确定他的实际年龄，他不知道为什么没人相信自己。曹辉觉得对方应该是没有照过镜子，就在刚才山贼拦路挡住了众人去路，当他们准备与敌人开战时，来人从高处跳下让他们待在原地。小店主以为他就是铁雄霸，气得他赶紧让身边人介绍自己。赤熊队长表示他是帮主的徒弟张一龙，他让队长主要是介绍自己的年龄，并表示自己不是那个老头的徒弟，让队长不要说没用的，赶紧说重点。见此，队长表示小主人确实是17岁，终于证实了年龄。张一龙看向了众人，素素却觉得这个人很可爱，曹辉实在搞不懂他的品味。这时小诸葛走过来询问还打不打，他的阵法可是很费钱的。队长表示他们不会在这片山区开战，毕竟这里离对方的家族领地只有20里，他们只是奉命护送小主人而已。看到曹辉等人下车，他们才出来的。小诸葛询问为什么要升起山贼的旗帜，因为这样差点就发生了大战。张一龙表示要谈就好好谈下，他们这些正派从不分青红皂白就攻击绿林之人。小店主也不想再和他们多说，这些反派只会靠力量去打家劫舍，他今天在此就要惩恶扬善。曹辉见小诸葛没有阻止的意思，便劝小店主先听听对方的解释。张一龙询问尊贵的小店主听没听过律令，那是山地为绿林之人制定的规则。赤熊队长表示正派不会在乎这些，毕竟对于天魔城来说他们更好对付。张一龙赞同队长的话，并表示南宫家和他们也没什么区别，在合肥赚钱的买卖背后都有南宫家的身影，他们只会不停地展示家族的力量，打压不同声音的势力，这种为了利益勾心斗角没比他们强多少。小店主不了解家族的事情，被说得哑口无言。见此，曹辉表示他的论点有很大的问题。首先，他说的存在200年的律令就有漏洞。7年前山贼抢走了政府的救济粮，他的父亲当时被打得很惨，这种律令根本不可能限制所有山贼，而且整个中原这样的事情不止这些。第二点，他们获得利润看似一样却很不同。南宫家在灾害时会帮助有需要的人，百姓看待他们的眼神就能很好的说明一切。虽然南宫家也会有用力量去谋利益的人，但大部分的人都有着侠义的心肠，和只会插旗拦路收费的人可不一样。闻言，张一龙很同意曹辉的观点，直接脱掉了帮主送他的披风。他不明白这件衣服的重要，只觉得舒适罢了。然后让队长告诉帮主他不会再当山贼，并询问小店主怎么才能加入南宫家族。他本可以成为统领万人的山贼王，却非要加入南宫氏族做个武人。他让手下回去告诉帮主自己不会再当山贼，然后询问南宫小店主怎么才能加入。他要成为一个有侠义之心的人。小店主让他死心，南宫家不会收一个山贼，除非家族直系人员有人推荐。没想到他的妹妹竟要当推荐人。见此，张一龙连忙扯下衣服，以免小店主反悔。他希望素素现在就写封推荐信。曹辉无奈地拿出笔递了过去，他怕这个疯子真咬破素素的手指，就算这样，小店主也只会让他当最低的下人。就这样，几人重新开始了旅程。赤熊队长让众人继续跟着小主人。马车上，张一龙已挤了进来，见素素和他聊得很好，小店主也很无奈。小诸葛询问他到底为什么拦下马车，张一龙表示他想得到他们的帮助，因为他的身份无法参加小龙会。众人没想到就因为此事差点开战，而且他真的17岁就应该礼貌地和他们谈话。张一龙询问他们都多大，被告知这里只有素素比他小后，他亲切地称各位为哥哥。
所有人都受不了他这肉麻的表情，只有素素觉得这样很有意思。半个月后，他们终于接近了目的地。因为参会人数太多，所有人会先到一处集合。他们远远的就看到了熟悉的旗帜，正是河北彭家的人已在此等候。他们的小家主被称为新刀王彭觉，他认为一个真男人的武器必须是刀。3年前他因为力气不够输给了那个人，这次他要告诉对方力量才是一切。这时曹辉几人走了过来，张一龙看他身体不错，想比试下力量，而且是只用力量不用内力。闻言彭觉让他放马过来，作为真男人他只有一局的机会挑战自己。没有多久他们就分出了胜负。张一龙没想到对方竟用内力作弊，彭家护卫询问是不是真的，如果这样的话他们可是会很失望。见此彭觉希望可以重赛一场。此时宝珠中剑王认出那人是刀皇的后人，表示他们只注重外功的训练，而且对刀法到了痴迷的程度。其实最好应该内外功平衡。闻言曹辉询问是不是最好的就是剑法，剑神表示其实也不是。当年张飞凭借一把蛇矛守住了长坂坡，武当张三丰通过太极拳得以成名。认为最好的是剑法的话是狭隘的，剑其实更容易延伸各种武功的路数，也更符合中原文化，被人称为万兵之王。听到曹辉在重复万兵之王，彭觉就怒从心来。好在小剑主及时过来解围，小诸葛也安慰他不要那么较真。这一拍可吓坏了彭觉，上次那掌让他3天都没逃出阵法。随后小诸葛表示司马家不会来参加了，唐家在另一个客栈，他们可以先上山去了。他觉得古代吃饭既麻烦又浪费时间，如果将现代的快餐带过来一定会大受欢迎，而且快餐的材料也很好获得到。他都差点忘记了自己来自现代，随即询问张一龙想不想跟自己合作，他会每个月用50两银子作为报酬，这个数目可以抵上他们一个据点的收入。但他刚刚才加入南宫家成为正派，可不会因为银两去为别人杀人。曹辉让他放心，稍后会告诉他做些什么。就在刚才，曹辉几人终于抵达了华山，早已有人在此恭候他们的到来。进入里面后，各个家族都在相互寒暄，张一龙和曹辉谁也不认识，便谈了起来。此时华山小龙出现在众人面前，连曹辉都觉得他周围散发着光芒。张一龙连忙叫他过去看看。华山小龙虽然很热情地感谢各位的到来，但谁都能看出他掩饰不住的傲慢。此时宝珠中的剑神异常愤怒，他要出手阻止这一切的发展。曹辉希望他先冷静，毕竟现在人很多。远处华山小龙正在和众人介绍这次的奖品，是由司马家族提供的太阳神剑与万年冰晶。一人询问本次司马家是不是不参加比试，得到肯定答复后，众人都松了口气。华山小龙却觉得这些人很是可笑。此时曹辉突然开口表示邪恶的东西不应存在华山。剑神实在受不了让曹辉替他开口，因为他看到魔神的力量已经在俯视华山。紫霞魔神是第一个出现在武林的魔教教主，战场上他的身体永远围绕紫色的火焰，而后华山派的功法与其出奇的相似。当时一位德高望重的武人曾出来否认了这事，华山小龙表示这是100年前就已澄清，然后询问他到底是谁。小剑主连忙解释曹辉第一次参加，希望对方理解。曹辉也希望剑神先低调一些，等周围人少时他会帮剑神完成心愿。夜晚剑神占据了曹辉的身体，他清楚地感受到有2股邪恶的力量在远方。就在他落地的瞬间，华山小龙也从自己的房间冲出，他没想到竟是曹辉来此。只见剑神心意一动，远处的宝剑出现在手中，那是连华山小龙的师傅都无法做到的事情。剑神来此就是要证明他的功法是邪恶的。闻言，华山小龙运起功法让他好好看看。剑神一看就知道他隐藏很深，运用功法中存在着2火真体，但这并不能阻止自己的剑刃。只见剑神身后亮起星芒，形成了无数的剑影在其左右，随后直奔华山小龙而去。虽然他同时运起功法抵挡，但剑影直接穿透了防卫，瞬间击中了他的全身。剑神表示这只是开始，接下来才是重点。攻击如暴雨般攻向华山小龙，最后一击后，华山小龙直接晕了过去。随后曹辉看向了另一处能量，只是一眼他就看出华山功法出了问题，那是100年前魔教教主才有的紫色火焰，如今却在华山弟子身上出现，这种事情他不能放任不管。随后一招将对方的内功全部废除，下步就是去消除罪恶的源头。华山第28代掌门的房间中，掌门突然感受到了异常的威压，那种感觉让他竟有些颤抖。他连忙走出房间询问是何方前辈，却只是看到一个年轻人和他的徒弟。剑神表示修道和做人一样，千万不要被不道德的欲望左右，如果执迷不悟必会付出生命的代价。化落剑神凝聚内力于宝剑之上，那种劲气直接将华山掌门震得吐血，这种可怕的力量根本不能称为人类。掌门战战兢兢地询问他到底是何人，剑神表示自己只是一个被血域宝珠困住的人，然后询问其会不会放弃恶魔的力量。这种恐怖的威压，华山掌门只能想起一人，就是曾经被人称为剑神的男人，只有散发着暗香的梅花才能满足最新的狂傲。剑神的一句话让掌门有了感悟，随即竟进入突破的状态。剑神很欣慰看到暗香梅花的绽放。当掌门再次睁眼感慨时，这里只剩下他和徒弟，他非常抱歉让徒弟走上了错误的道路。回到房间后，曹辉想起剑神的可怕，感觉就算是一个城池都抵挡不住他。
曹辉希望能说服剑神不要再占据自己的身体。第二天大会正式开始，太阳神剑将奖励给比试获胜的家族。曹辉询问万年冰晶怎么不同时奖励，华山弟子表示冰晶会奖励给文人的优胜者。曹辉连忙询问自己能不能参加，小诸葛表示只要论点能说服众人就可以。曹辉觉得自己必胜他，可是有一位大学士的老祖。另一面论坛比试已经开始，曹辉也加入到了其中。他的高谈阔论让所有人都震惊，连小诸葛都自愧不如，但旁人怎会就此认输？他要与曹辉在书法上再赛一轮。比如老祖已做好准备，询问他们要写什么笔试，小诸葛也要参战，并以《诗经》第一篇为题。随后工作人员拿来了笔和纸，曹辉不紧不慢地开始磨墨，然后在纸上开始了他的书法。小诸葛实在想不通，他小小年纪怎会有如此造诣。曹辉写完的同时，他再次认输。在场也已没有人不服曹辉。夜晚，华山小龙已经醒来，师傅询问他现在感觉如何。失去内功对于他们来说确实很难接受，师傅告诉他不要去想着复仇，他现在要放弃所有，重新开始。随即师傅将自己的突破展示出来，并告知即使这种力量也不是那个人的对手，所以不要再纠结此事，扰乱心智。那个人是接近神的存在，他们只能仰望。一群蒙面大汉拦住了他的去路，他知道这些人是山贼赤熊队，众人见暴露也不再隐藏。他们知道曹辉嘴得厉害，可不会给他多说话的机会。情急之下，曹辉竟接下了攻击，然后询问他们为什么要攻击自己。此时赤熊队长从人群中走出，曹辉让他们不要轻举妄动，周围都是正义之士。队长表示他现在叫破喉咙也没人能救他。宝珠内的剑神已经3天没有了声音，他有些后悔离开了那些人的保护。不久前华山小龙找到了他们，表示自己身体的原因不能出赛。曹辉安慰他不要灰心，振作起来。对方见识他吓得控制不住仪态，众人都怀疑他背地里隐藏了什么。小剑主更让他去参加比武大会。曹辉可不想再引发不必要的麻烦，表示自己还有事要先行离去，希望他们可以帮自己运送万年冰晶。然后他找到张一龙，表示自己做完事就会去找他。就这样他自己踏上了旅程，没想到遇上了赤熊队。他想起这些人应该是因为张一龙而来，但他们这种野蛮的办法根本不能解决问题。随即他扔出了一枚银元，瞬间对方有人就抓了过去。既然对方对银两感兴趣就好办了。他再次扔出银元，同样有人做出反应。队长让手下适可而止，他们可是赤熊队的。这时曹辉掏出了金元宝，队长询问他到底要干什么。曹辉表示他只想离开这里。接过袋子后，众人让他快些离开。漫无目的行走了不知多久，剑神突然开口不会再附身在曹辉身上，并让他朝大树的方向继续前进，只要再翻过一座大山就会抵达剑准。闻言，曹辉向剑神道歉，希望他控制自己飞过去，因为那里太过险峻。他觉得剑神是在报复自己，应该会有好走的捷径。剑神大怒，这点苦都吃不了，还谈什么找那些山贼复仇。闻言，曹辉不再抱怨，默默地朝山上爬去。就在太阳下山前，他到达了终点。剑神告诉他进去后有何收获就看他自己了，里面是某人留下的剑痕。曹辉不知道凭借剑痕他会有什么收获。剑神表示留下剑痕的人他都不知道是谁，而且他自己都没想过能打败那人，他从未有见过如此完美的剑法。曹辉没想到那人竟有这么厉害。随后他来到了剑神说的地方，但他看到的竟是熟悉的东西。剑神惊讶他竟认识上面的文字。曹辉表示那是物理学中的各种公式，一个现代人竟用方程式去计算练剑方法。剑神没想到这些文字来自曹辉的世界。曹辉询问是何时发现的这里，剑神表示已经有1000年之久，而且那人在江湖中根本没有任何的信息。男人竟用物理学将自己的剑法达到神境，每剑留下的痕迹旁都有一道计算公式，而最后一剑竟是通往这个洞穴的道路。被称为剑神的人见此都自愧不如，但这样的人在江湖却无人知晓。曹辉可以确定那个人1000年前从现代来此，却不知为什么要在此面壁修炼。墙壁上记载了此人修炼的过程，他用数学将剑法分为点、线、面3种。虽然物理学上可以表达光速，但肉体上无法做到，一切都是理论。所以为了达到公式算法，他开始身体的修炼。2年后，他明白人体达到公式要求是愚蠢的，他开始钻研道法与佛法，以达到完全掌控自己的身体。他发现头脑的开发比身体更加重要。不知何时起，他打破了现实与虚幻的界限，他的身体开始可以执行物理学公式，并能看到所有现象的本质。他怀疑自己还能被称为人吗？他能感觉有些伟大的圣座在注视着他。读完后，曹辉觉得此人确实疯狂，瞬间竟似有所悟。那人的剑影如流星般出现在他的眼前，他看到了天下流星剑。剑神当年花了7年时间才有所顿悟，没想到曹辉竟用了1刻钟就看到了星光。天才这词应该不是那么贴切，这应该是早已为他准备的因缘才对。也许这是一代小剑神就此诞生的瞬间。不知不觉，这是过去了3年。仆人为一个男人牵来了马车，这是他花重金买到的新品，他自己都格外的小心对待。随后他来到曹家圣心堂，服务人员热情地询问他需要什么。男人表示自己要一份招牌套餐。没有多久，服务人员就端出了他要的商品：秘制汉堡与冰镇可乐。这种冰爽的感觉让他着迷。随后他来到最近风靡的客栈，这里的门口已经排起了长龙，限量版马车的主人一看就是常客。
接待人员热情地称呼他为西门公子。这时男人身旁也有人前来接待他，知道他是第一次光顾，表示会安排好一切，然后让人将马车先去停好。远处的声音吸引了男人的注意，原来是有人被拒在门外。张一龙走过来询问有什么麻烦吗？他昨天刚被提为经理，现在还算开心。见此，那人直接离开了这里，随后询问小弟为什么执着那个男人。小弟告诉他，那个男人开着一辆豪华马车而来。闻言，张一龙让男人不用排队，直接入场。客栈里完全是另一番景象，男人还是有些不太适应。接待人表示会安排他坐在前排时，他已经完全适应了这里的气氛。就在询问男人喝什么的时候，远处传来欢呼的声音。3个女孩端着一壶雪花酿过来，原来是刚才的西门公子。那种可气的表情激怒了男人，他让人上2瓶同样的过来，再多的银两对他都不是问题。此时张一龙叫来旁边的女孩，让他去好好招待那个有钱的男人。古代人的夜生活先是从一个汉堡开始，然后是一杯快乐水提神，最后就是直奔当晚的主题。长此以往，一破产也就不远矣。而这一系列的产业全都由一人掌握。短短4年，他白手起家做到如此成就，但却没有因此而满足。他希望可以继续扩大产业，但手下表示他们冰的产量无法跟上销量。没有办法，他又询问快乐水的研发。品尝后，曹辉没想到味道越来越差，他罚手下写20篇检讨书。张一龙表示客栈的收入已经翻番。曹辉听后实在没想到他颇具经商天赋，本以为他的脑中只有力量，不能不承认确实是个销售好手。此时张一龙打断了曹辉的思考。之前曹辉得到的万年寒冰是炼工至宝，他却只用来生产冰而已，完全可以招募拥有冰系的5人前来，让他们用万年寒冰修炼以交换条件为他们制冰。曹辉恍然大悟，觉得他就是个天才，他再也不会嘲笑他脑袋空空。随即询问谁可以去北方完成任务，在场所有人都陷入沉思，那里不仅遥远，更是寒冷凶险。曹辉见此表示会奖励那人1000枚金币。听到奖励，张一龙举手要去，但曹辉还需要他去经营客栈。思考后，他询问管家那些人在哪，管家表示他们都被关在后面的柴房。闻言，曹辉命其将领头的带来就行。不一会，管家带着赤熊队长前来，张一龙差点没有认出此人，连忙询问他怎么会变成这样。曹辉让队长不要再哭哭啼啼。见此，张一龙知道队长得罪了曹辉，曹辉让赤熊队长去趟北方，如果不去的话，可以继续住在柴房。队长回想每天只能吃馒头的场景，询问是诚可不可让他们离去。得到肯定的答复后，他愿意前往。曹辉表示他完成不了，应该知道后果。赤熊队长觉得他就是个恶魔。另一面，南宫家族中，内院主已经不知道如何是好。3年前他就应该收回那块令牌。曹辉的外送业务严重影响了别人，他天天都在处理来此抗议之人，那种送货上门的服务，甚至都影响到了镖局的生意。还有他推出的马车、冰镇啤酒以及快乐套餐都成垄断之势。当遇到任何麻烦时，他只要拿出令牌就可了事。拜他所赐，3年里都在处理那些愤怒之人。这时下人将快乐套餐给他送了进来，只有这种冰爽的感觉才能让他忘却烦恼。没过多久，门人来报有人求见。内院主以为又是那些头疼之人，得知小诸葛前来拜访，他不想接见，但门人表示他的身份是武林盟的监察。闻言，内院主知道此人不见不行。随后小诸葛被带到此处，内院主没想到他这么年轻就获得了此职位。小诸葛也不想过多寒暄，直接开门见山。他表示武林盟认为曹家的生意都是南宫家在暗中操作。他在1000年前的洞穴里面发现了物理学公式，那些信息犹如洪水般涌入他的脑海。再次睁眼已过了3年之久，而他看待世界的方式也已发生了变化。回去后，他的商会几乎垄断了整个合肥，这引来了武林盟的注意，特命小诸葛去查明。武林盟以为曹家商会是南宫家族的附属，但他们2人知道这些都是曹辉自己完成，用不了多久就会让合肥与南京不分上下。小诸葛表示，现在的曹辉介于正邪之间，如若黑天连知晓，必来夺之。武林盟要是知道曹家不属于联盟，到时只能南宫家族自己对抗。现在武林盟的情报机构被人消灭，他们还有时间处理此事。闻言，内院主就要去请曹辉过府商议。小诸葛表示，他早已让人去请其来此，曹辉还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。当他进去时，许多人已在此等候。小诸葛希望他的产业归属南宫家族，每月向武林盟缴纳税款，获得保护。曹辉却觉得好笑，他用性命获得财富，怎会轻易让之？作为商人，他只会想和谁可以获得收益。他完全可以将合肥变成南京，短短几年，合肥的人口就翻了1倍。曹辉能接受南宫家对他的干涉，但绝不会同意武林盟来抢夺。曾有人告诉过他，陷入妥协泥潭的人必会沦为弱者，只有冒着生命守护自己在乎的，才能变成强者。所以他要走强者的道路。此时整个房间都发生了剧烈的晃动。南宫家主没想到曹辉的武魂这么强大，竟这么年轻就达到这种境界。一毛老者见此也是感叹，他什么都没教的徒弟竟成为了绝对高手。闻言，小诸葛大为震惊，当今有绝对高手的势力也不过4家，看来他是无法说服曹辉了。随后便知趣地离开了这里。这时南宫家主询问南宫家对他意味着什么，曹辉表示对他来说像是能包容他的叔叔。既然这样，家主想给曹辉一个名分。内院主表示外姓必须与他们通婚才行。闻言，家主看向了小建筑，
小贱主表示素素疯狂地爱上了张艺龙。家主思考后表示他们还有少女。听到那个女孩还没有成年，曹辉直接拒绝。他可以接受职务，但绝不娶妻。既然如此，家主命召开家族会议，他要改变一下家族的条例。曹辉见没他什么事，准备告辞，却被内院主拦了下来。他的客栈严重影响了一些人的利益，他们天天都在南宫家抗议。曹辉不知道这和他有什么关系，他也没有强制任何人去消费。内院主希望可以先停业2天，等那些人散去。曹辉表示他会将所有产业停运半个月。见此，所有人都觉得没有了生活的乐趣。他的双眸中没有一丝丝的黑色，仿佛能看透世间的一切，这让人怀疑还是武功能达到的境界吗？他只是轻抬手臂举剑的瞬间，无数剑气就从他身后射向对手，还未等交手，敌人已败。小剑主询问此剑法是何名，曹辉告诉他这就是天下流星剑。不久前，曹辉找到小诸葛询问为什么这么对他，小诸葛表示这是武林盟的命令，曹辉让他不要再和那些人为伍，希望他能成为自己商会的副会长。小诸葛表示那是不可能的。就在他要说出原因时，小剑主打断了二人的谈话。他恳请曹辉作为家族长辈赐教，因为家主赋予曹辉如同长老的地位，宝珠中剑神让他可以检验下自己的实力。随即他同意了对练的提议。所有人都没想到比试结束的这么快，南宫家主从未见过这种招式，他觉得这应该就是完美的剑法。一毛老者表示这已经不是天才的范畴，他从曹辉的身上看到了3个被称为神人的存在，所以南宫家一定不能错过。这时曹辉的哥哥走了过来，他询问曹辉到底是谁。曹辉不想别人听到，屏蔽了他们的声音。哥哥表示他知道弟弟聪慧，亦可以接受他在商业上的成就，但他们一起生活这么久，不可能不知道他会武功。没有办法，曹辉回忆之前的记忆，告诉哥哥曾偷偷看到他在树旁哭泣，也许是因为父亲被山贼袭击的原因，也可能是母亲躲避晕倒的事情。哥哥表示这些只会让他愤怒，不是哭泣，全是因为吃不上饭的妹妹身体到现在还虚弱，而当时曹辉腹部还中了山贼一枪，他哭的是自己没能照顾好弟弟妹妹。曹辉露出腹部，表示自己的伤已完全无碍，让哥哥不用再担心自己，无论是商业还是武功，他都是天才。随即曹辉散去了阻隔屏障，希望哥哥练好武功守护家里，他才能安心。这时小诸葛走了过来，表示他不回武林盟了，他希望曹辉和自己一起去找南宫家主商量。小诸葛表示看到比试后他改变了想法，他请求和曹辉去一趟江西。家主不知道他们为何要去黑天连的地盘，小诸葛想到曹辉武功高超，江湖还无人知晓，他们可以去救回武林盟的情报机构银凤令的人，如果能获得他们收集的情报更好。家主表示怀疑那里可是南昌，即使他同意，曹辉不愿去也无用。曹辉知道黑天连对自己的产业垂涎，但他也没有理由去犯险。小诸葛表示曹家可能已经混入了黑天连的人，他们获得情报后对南宫家还是曹家都有好处。曹辉觉得有些道理，便勉强答应。见此，南宫家主表示他还有个条件。小诸葛知道家主想让小剑主同行，但小剑主太过正气，无法隐匿。如果这样的话，家主知道有个人可以帮他们改变，就是小剑主带回来的山贼张一龙。他没想到自己的朋友竟是绝世高手，而且魔教无人知晓他的存在，正好他们可以潜入其中打探消息。为了了解反派的生活习惯，他们找到了曾经当山贼的张一龙。张一龙表示他们脸上就像写着正派，作为正派，有人向你施礼，回礼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，但反派从不会在意这些礼节。从开始他们受到的教育就不一样，只要有人向他们行礼，他们就会下意识的还礼，有些东西已经印在骨子里了。张一龙虽不知理由，但还是劝他们放弃。曹辉表示有些人正垂涎他的产业，所以他们计划潜入对方领地调查。得知是黑天连那些人后，张一龙表示会全力训练哥哥。首先，小剑主每次出招都会喊出名字，好像是告诉对方接下来的动作。反派有一人从来都是笑里藏刀，有一人平长得可爱，让人放松警惕，还有一人假肢就是他的武器，所以反派都不可用正常人的想法去判断。历任魔教教主都异常冷酷无情，如果没有决心，很难在其中存活。然后是小诸葛的扇子，好像是在展示自己是富家子弟。对于那些为了食物就能开战的人，他应该清楚意味着什么。最后就是别人侮辱你时的反应。张一龙简单的问候就惹得小剑主拔剑，这种反应一看就是正派。反派不会那么容易被激怒，而是观察对手。曹辉觉得自己好像天生是反派，他早已注意到其手里的奸物，所以接下来要训练的就是骂与被骂。张一龙让他们面对面坐下，然后说出最难听的话语，如果忍受不了就算失败。张一龙觉得曹辉根本不需要训练，他提议小剑主不要说话最好，掩住面部作为一个护卫为好。闻言，小剑主怀疑为什么开始时不这么决定，随即告辞，等待曹辉出行的通知。曹辉知道黑天连人数众多，他们要如何才能找出银凤令的人？小诸葛表示这就要靠曹辉了。身为绝对强者，他的全能身体是最好的选择。他们诸葛家最怕的就是绝对强者，所有的计谋在他们面前都无用。紧要关头，曹辉亦可带着情报离去，除非是遇到同样的绝对强者。曹辉觉得这样他们就会失败。他知道自己的实际情况，正常的武人都是长期进行磨练，不止内外功，精神也要修炼。他只是凭借剑种机缘快速成长，其实他对武学一无所知，所以小诸葛的计划肯定会失败。
随即他想到了什么，告诉小诸葛再等自己半个月的时间。闻言，小诸葛表示他们已经没有时间了，但看到曹辉的坚持下，他只能将时间缩短至4天。就这样，曹辉再次回到了南宫家，禀报南宫家主他们的训练已经完毕。家主听后很开心，让他们一路小心。但看到曹辉似有心事，曹辉不想瞒家主，将剑种机缘告诉了对方。他现在连基本常识都不知道，所以恳请家主教自己一些武功。人人都觉得他是未出世的绝顶高手，但他却连武学的基本常识都不懂。只因机缘，他学会了3招剑法，如面对真正的强者，他毫无还手余力。他将实际情况告诉了南宫家主。当时和小剑主比试时，他只是在快速移动了。如今作为南宫家长老，他询问可以学多少武功，家主表示除了一些秘招，他都可学之。闻言，曹辉希望尽快学习能学的所有。家主知道曹辉天赋惊人，可提高家族名声，随即表示会亲自传授。只见他瞬间使出一套快如闪电的步伐，曹辉同时启用天赋细心观看。就在家主落地的瞬间，他直接用出同样的步伐，但与家主的好像又不是一种武功。曹辉用出后竟带有攻击属性，家主想知道曹辉怎么做到的，曹辉也无法解释物理公式的事情，他只能说没有多想，顺势而为。就这样过了4天，曹辉学会了所有南宫家的武功，并将所学瑕疵去除，变成了新的功法。随后感谢南宫家主的教诲，见曹辉的天赋，家主都想将家族秘招传授。一毛长老上前阻止了他，曹辉也没有精神再去学习。回到家后，他一直在思考。小诸葛得知他回府特来拜见，曹辉希望离开之前还是听下计划。小诸葛疑惑，不是说过救人吗？曹辉想知道救完人以后的计划。小诸葛表示情报很可能改变战事，武林盟会派人前来解救合肥。思考后，曹辉继续询问如果这次胜后会怎样。小诸葛表示最好的结果就是让对方让出一些领地。曹辉没想到费这么大劲就是这结果，所以他决定不会再去救人。小诸葛不知道他为什么突然改变主意。黑天连的高手可数不胜数，曹辉就算有南宫家也不能单独应对。曹辉让小诸葛赶紧离去，他自有打算，除非小诸葛加入自己离开武林盟，他会将更好的计划告知。小诸葛实在好奇，同意了曹辉的提议。曹辉拿出契约，表示他不相信口头的约定，只要签后他们就是一条船上的人了。小诸葛一边签字一边询问计划。曹辉表示如果曹家离开合肥会怎样，他卖的可不仅是商品而是文化，所以他准备在黑天连的地方贩卖文化。如果对方以武力威胁，他会将曹家撤出江西，到时百姓受得了，黑天连也受不了。他要用文化输出打败黑天连。小诸葛知道占领市场可需要大量的资金，曹辉表示他最不缺的就是银两。曹家的铁匠铺可是承接了3万大军的兵器制造，再加上各种农具和马车，他有足够的实力去完成这次计划。这时小剑主和张一龙前来拜见，张一龙觉得他比较了解反派，必须跟随，而且客栈那面他已选了一个人管理。既然如此，曹辉答应了他的请求。随即几人准备动身前往黑天连所在的江西。竟有人愚蠢到要收购魔教一半的地盘，上头让手下去看看是什么样的人。之前来的工部侍郎可是血本无归。男人直接将武器扔到桌上，询问就是他们要买黑天连的土地吗？曹辉希望对方可以坐下详谈。男人没想到这些人见到他不害怕，看来是对护卫的实力很有底气。曹辉询问他到底要不要谈正事。男人坐下后让他们可以开始。小诸葛希望他先收起武器，然后将城市的地图放在桌面，标注红色的位置就是他们要买的地方。男人觉得他们是疯了，要买这么多。这时一个女人出现在窗外，随即翻身进入到房间之内。她询问男人要不要合作消灭这些人。男人没想到竟当着人面说这些。随后两人同时攻击，直奔曹辉等人。只见曹辉只是伸手就抓住了他们的武器，然后表示两人实在没有礼貌。他让二人赶紧坐下，还有许多话没有说完。这时小二过来询问他们要不要点菜。闻言，男人让小二上招牌菜式就行。曹辉愤怒不已，隔空弹指，告诉小二给他们2杯茶水。见女人还在站着，曹辉直接隔空移来了椅子，让他们赶紧坐下，不要引人注意，直奔主题问他们黑天连的兵力都在哪里。男人听后觉得他们是正派。张一龙直接脱去上衣露出纹身。男人知道这是赤熊帮的标志，但还是不明白为什么询问他们的兵力。马上要到涨潮季节，为什么还有功夫买他们土地？闻言，张一龙知道这是要从水路攻击安徽，回答这都是上面交代的任务。男人好像知道他们为什么买地了，毕竟他们动员了7000绿林之人，肯定也需要住所。女人则还是怀疑为什么要询问他们的兵力。曹辉表示这只是测试，毕竟他们不相信来此的人。小诸葛没想到黑天连竟组织这么多人攻打安徽，他必须去将此消息告知武林盟才行。此时曹辉希望可以开始正事。地图上的土地他们到底打算卖多少钱？男人表示上面并没有要卖土地，只是让他来看看曹辉是什么样的人。曹辉没想到派来的只是小喽啰。此言一出，男人不停谩骂，他觉得曹辉太过自以为是。就在曹辉想要反驳时，小二送来了茶水，希望几人能享受在这里的时光。小剑主下意识回礼表示感谢，此举动可吓坏了二人，瞬间就逃离此地。他们确定这些人来自正派。没过多久，他们就被抓住。曹辉已将二人埋入地下。小诸葛觉得应该马上回去报信，南宫家不可能独自面对大军，
小建主也同意这样，他们已没有时间。男人没想到正派竟也当面讨论消灭他们，他决定给男人一个活命的机会，但是还有一个前提条件，就是将魔教的重要机构在地图上指出。不久前他将两人从地底放出，趁女人去方便时，曹辉想和男人做个交易，男人表示正邪不两立，让他放弃。曹辉希望他能好好考虑一下。小诸葛知道这是牵制敌方的办法，但那些建筑肯定会有重兵把守。曹辉表示他的目标不是卫兵，而是跳过守卫毁掉建筑。众人还是不太明白他有何妙计。只见曹辉宝剑瞬间出鞘，直奔天空。他不知道长期使用御剑会怎么样，但加上南宫家族的剑法可以解决此事。过了许久，天空中宝剑再次飞回，直入曹辉手中。他询问众人，这种距离应该够用了吧？所有人见此陷入震惊之中。女人回来看他们都愣在原地，询问男人到底发生了什么。男人能想到这么远距离御剑只有4人，他告诉女人刚才发生了什么，他们永远战胜不了那个少年。随后曹辉询问小诸葛他们回去报信需要多久。小诸葛思考后觉得应该能正好赶上对方攻击。曹辉表示这样并不稳妥，如果涨潮更快，武林盟根本不能到达，但他们摧毁黑天连重要物资的话，肯定会扰乱黑天连的计划。女人也觉得这个办法很好，她受够了自己的上司。小诸葛询问女人能指出哪里比较重要吗？女人表示这就要看他们的诚意了。曹辉以100金币作为报酬，瞬间女人就指出了好几处建筑。男人没想到女人这么容易就叛变，只见曹辉慢慢走到他的后面，表示女人既然说了，他就没有价值了。男人让曹辉稍等一下，也走到地图前开始指出位置，然后希望可以获得200金币。曹辉没有理会，点住男人身体穴道，然后也点了女人的穴道。他会在验证真假后解开封禁，随后让小诸葛和小建主继续收购土地。他和张一龙去摧毁敌方设施，虽然封了2人内力，曹辉还是让张一龙绑住了他们。他们第一个目标就是大谷仓。随即几人来到一处高山之上，曹辉坐在原地运转内力，当做好准备后，他来到了悬崖边上，将内力注入宝剑之上，瞬间宝剑如离弦之箭冲向远方。眨眼之间，目标建筑被他尽数摧毁后，宝剑已回到了他的手中。接着他又瞄准了下一个地方，宝剑再次射出，划破长空摧毁目标。就这样一个接一个的都被曹辉捣毁。男人看着城中的烟雾四起，他觉得这种招式太不公平，没人能预料会发生这样的事，更不用说去防御。他将宝剑变得像无人机一般，全无声息地越过了层层守卫，精准打击摧毁目标建筑，而后还能将宝剑收回。就这样反复几次后，魔教重要建筑已被他尽数捣毁。随后曹辉询问下一处重要地方在哪，男人表示铁拳王在安徽的一处山上，他控制着整个水龙船还有大量的财富。夜晚时他们来到了目的地，看架势铁拳王已得知他所做的事情，但这根本无法阻止他的剑。漫天箭雨直接攻向目标，在曹辉的控制下，一处接着一处摧毁。城堡中传来愤怒的声音，以为是南宫家主干的好事，毕竟他用的武功是南宫家族所教。见是铁拳王声音，男人想要呼救，曹辉让男人想清楚，这里可是他带着来的，如果对方知道后，他的下场可不会太好。此时铁拳王大怒，让南宫家主现身一战。曹辉可不会傻到与对方交手，便让张一龙去和小诸葛会合。张一龙不知道他还要做什么，但对方的强大众所周知。曹辉让他安心，自己不会那么傻，然后跳下了悬崖，直奔城堡所去。他先来到篝火旁边挑起火焰，瞬间就被铁拳王发现，命手下赶紧阻止烧及房屋。众人好不容易拦下烧着的火棍，同时另一面火光四起，铁拳王亲自发起攻击。曹辉在城外不停地掀起火堆，他要看看何时才会有人来阻止自己。铁拳王没想到南宫家竟会这么卑鄙，魔教的高手都不会这么做。他召集最精锐的手下，必须阻止破坏。翻出城墙，他们就看到远处的人影，曹辉等的就是他们出来。他将几人引到了山顶之上，自己却已回到城堡，开始继续破坏。铁拳王被耍得已经忍无可忍，但回到城堡后又不见曹辉的身影。没想到曹辉又回到了山上，只见他手起剑落，几个护卫已被其消灭。就这样，铁拳王的城池被尽数毁灭，他辛苦积攒半辈子的心血一夜尽毁。另一面，黑天连教主也接到了报告，他们的小麦尽数被烧，城中建筑与舰队也都被毁坏，八王也受到了攻击。教主询问到底是何人所为，手下表示应该是南宫家族的武功。听到是南宫家，教主表示怀疑，这种手段连非正派都觉得是最低级的，一个那样的高手怎么会做这种事？看来南宫家只会表面装高贵。随即他询问他们损失了多少，手下表示大概20万金币。教主没想到一个人竟让他们损失这么多，他让手下继续等待雨季，并去散播南宫家主的流言，损失的钱他们可以再去挣回，但荣誉可不是能拿钱所买回的。他是令人闻风丧胆的魔教教主，竟有人当着他的面偷袭老家。只见天花板上一柄飞剑悬浮半空，他一眼就认出那是南宫剑法，随即运转功法进行反击。本以为将会是一场恶战，但他们出来后竟没有人在此。教主感叹对方竟能收回剑气，即使是他也不能收放自如。这时一处建筑发生爆炸，两柄宝剑出现在众人面前，随后竟朝着不同的方向而去。教主震惊，竟能同时控制2股剑气，他来不及思考，直奔一处飞剑，那里可是他存放火药的地方。
如果被毁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拦下攻击，才发现是虚招，远处又被毁坏了一栋建筑，气得教主大怒，让对方赶快现身。曹辉此时正在远处山峰之上，觉得教主被气得应该不轻。当初他在剑种中习得的2翼星功，虽然耗费内力，但可让他同时控制2把武器，并能一心二用，让他们飞往不同的方向。但不管是他还是剑，都要到达极限，可还有很多地方需要破坏。他花重金从叶蝶那获得了情报，黑天连竟私藏了管制的大炮，如果摧毁那里，皇室肯定会来调查。这样的话，皇室就会对武林压制。也许曹辉可以利用这点改变局势。随即他用6合传声向黑天连喊话，这种传音改变了本身声线，也不会知道他在哪里。铁拳王让曹辉现身与他一战，曹辉表示他不和小喽啰对话，让教主快些回应自己，如果再不说话，他会再次攻击火药的存放之处。教主没想到对方竟然知道这个秘密，只能询问他要干什么。曹辉让黑天连撤出江西，否则会去禀报皇帝。教主表示皇帝知道曹辉也活不了。话落2柄飞剑又出现在空中，教主见此表示他们有8000教众不会屈服。曹辉笑道，这8000人能阻止他继续破坏吗？教主不敢相信这种高手竟如此卑鄙，他希望可以见面讨论下协议内容。曹辉可没有傻到那种程度，控制飞剑再次朝不同地方飞去。教主不敢去赌哪面是真招，他只能阻止飞向火药的那支箭。在拦下的同时，后方再次发生爆炸。既然如此，他倒要看看对方还能使出几次。随即让手下全部去守护一处建筑，整栋房屋防护的密不透风。见此，曹辉知道无法让黑天连离开江西，他再次提出了新的协议：第一，解除黑天连与绿林之间的盟约；第二，将江西商业归于曹家名下，并允许曹家购买土地。教主没想到盟约的秘密对方都知道，但他们本来就是奔着曹家商团去的。既然曹家要来他们这里做商业，那武林盟肯定不会同意。思考后，教主表示可以同意协议，但武林盟来他们要共同对付。曹辉表示，如果武林盟干涉，他会好好教训下对方。教主询问手下自己有没有听错，看来南宫家主真的疯了。他很乐意看到武林盟与南宫家族反目，表示他们的协议今日生效。他决定在鄱阳湖边上建20栋观景住宅，住户每天都可以将美景尽收眼底。不仅如此，1、2层还有美食与商店，让人们可以不用多走就能满足需求。他希望小诸葛可以设计下蓝图。小诸葛觉得很难达到曹辉要求的高度，曹辉让他可以用钢和铁作为骨架，不用担心经费的任何问题。小诸葛没想到住宅还能这么操作，他实在佩服曹辉的商业头脑。不久前，曹辉带着地契与众人会合，小诸葛没想到竟是数百份黑天连的土地，他明明把银两全都给了自己。曹辉表示黑天连无偿交出了土地。另一面，南宫家也接到情报，曹辉破坏黑天连的事情全都算到了他的头上，明明他连屋子都没有出去过，还好阻止了一场浩劫，要不南宫家可能也抵挡不住万人来袭。但那些卑鄙行为不知道会不会在江湖上扩散。这时内院主送来了小店主的来信，看后家主气的大骂曹辉，没有人不知道曹家商会在他们的名下，和黑天连做生意，南宫家可能会被踢出联盟，他必须马上去趟联盟总部才行。此时小诸葛带着设计图找到曹辉，他希望借助曹辉数学的天赋完善建筑，但其实他们更重要的问题是水。曹辉恍然大悟，上下水的问题，上水倒是可以解决，主要是下水方面有些难以实现，不知道现在的工匠能不能做出马桶。仔细一想，供暖也是一个难题，这个时代还没有可以替代的塑料管，长时间使用铁肯定会上锈腐坏，他需要好好研究下这些问题。这时男人和女人进门询问他们可以做些什么，曹辉表示他们已经可以回黑天连了，男人希望不要将他们的事告诉任何人，曹辉敷衍地答应了他们。见此，男人表示这可是性命攸关的大事，两个魔教之人竟和他谈性命。随即曹辉让二人跪下，如果想活下去就签了协议，他们可以从曹家最低的员工做起，也可以选择离去，他不勉强。男人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去找最好的工匠，为了活下去，男人只能同意。女人不知他可以干些什么，曹辉询问他有何长处，女人表示自己很会消灭敌人，曹辉用不上他的特长，让女人每天在屋顶观察一样即可。黑天连宗教主询问查清那天之人否，达成协议后竟是一个少年戴着面具出现，手下觉得那人应该不是江湖中人，但有一人很是可疑，就是南宫家不久前收留的曹辉，戴面具的少年可能就是此人。他有一块万年冰晶，却用来制冰，那可是武林人梦寐以求的练功至宝。为了提高冰的产量，他让人去邀请5人，今日得知已找到合适的人选，他回到商会就看到众人围着2人，随即曹辉上前表明自己的身份。赤熊队长介绍2人是雪白与雪贤，来自北海。雪贤询问曹辉就是冰晶的主人吗？在看到冰晶之前，他们不会答应任何的条件。见此，赤熊队长连忙询问他们可以离开了吗？既然完成任务，曹辉留他们也无用。闻言，赤熊队连忙高兴地离开此地，曹辉也不理他们，带着2人去冰晶所在，确认真是万年冰晶，2人陷入震惊。雪白不知道等待这天多久了。曹辉开口表示冰在中原是很值钱的，要是他会带着高手来中原经商。雪白觉得有被冒犯，当年冰白神功可是让中原战力，不知多少高手被冻成冰人。曹辉见2人一直不说话，决定先谈谈他们的合作。
他可以用冰晶换取2人的劳力。作为5人，他们受不了商人的利益心。曹辉表示他们不想做可以离开。谁知2人竟运起功法准备出手。曹辉见此很是开心，这种产生冰的功法他太需要了。当对方向他发起攻击的同时，曹辉已来到他们身后。雪白知道此人不是普通的商人，运起第2层心法再次攻击，但根本就触碰不到对方。曹辉表示这么好用的制冰技能，为什么要用在对付人身上？他们应该还有更强的功法。雪白表示最高是5层心法。曹辉疑惑一天可以用几次？当得知4、5次后，曹辉很是兴奋。他初步计算一天应该有260金币的收益。兄妹2人就是行走的商团，他们要是利用冰晶练功，肯定会变强，那使用的次数也会增加。坚持5年的训练，他们就会成为最强冰人。他还会给2人1成的收益。这么好的事情，不知2人为什么发？听到曹辉的话，雪白想起了家人，能赚钱还能修行，确实不错。曹辉表示只有一个条件，就是他们中1人要和自己去江西。兄妹听后表示他们不会分开的。见此，曹辉有些无奈，表示不分开也行，那就把他们的功法传授给自己。闻言，雪白大怒，家族的功法不可能传授外人。曹辉此时运起了他们的功法，虽然只是模仿，如果长期修炼，他也可以练成。所以他们2人最好做出选择。妹妹表示会和曹辉去江西，有更重要的事情在等着哥哥完成。哥哥是他们家族重建的最后希望。闻言，雪白知道妹妹说的是对的，不再多说，在冰晶上开始了修炼。他一定会将冰功再次发扬光大。此时曹辉带走雪贤，不用担心冰晶被偷，也不用再担心冰的产量了。女孩夏天竟穿着冬天的衣服出门，曹辉觉得这样太过引人注意，希望雪贤可以脱掉外套。围观人以为曹辉在骚扰女孩，气得曹辉让众人不要多管闲事。他只想雪贤可以穿些符合季节的衣服。雪贤的这件衣服是他母亲临终前所做，他怎么会脱掉饱含母亲的爱？曹辉觉得他误会了自己，这里比他家乡热得多，时间长会臭的，他也不会想汗流浃背让人围观。闻言，雪贤终于同意更换，希望曹辉可以保管好自己的衣服。随后2人来到了服装店，老板以为他们是为了准备婚礼，曹辉让他准备50人的衣服就行。当雪贤换好走出来后，2人都被对方的俊俏惊艳到，脸蛋和身材都是那么完美。见此，曹辉希望换一套衣服，雪贤却很喜欢这件，没有办法，曹辉让再给他配个帽子。这是雪贤人生第1次有人给他买衣服。随后2人回到了曹家客栈，曹辉很欣慰食物的味道没有改变，他希望厨师可以继续保持，然后让管家好好保管雪贤的衣服。管家一看就知道这是北海人的服装，这种处理皮革的方式远超中原。曹辉不知道衣服还这么多讲究，管家细心给他讲了下这件衣服的手艺。这时正好雪贤从楼梯走了下来，曹辉询问谁做的这件衣服，得知是他母亲后，询问他母亲是不是皮革匠。雪贤表示他们那里没有那种职业，北海女人都会制作这种皮衣，虽然没有妈妈做得好，但她也能做出。闻言，曹辉觉得这是一个机会，希望雪贤可以教他的工人怎么制作。管家觉得开个皮革厂也是很好的主意。曹辉没想到自己竟碰到了个宝藏。这时有人来拜访，他带来了安徽7成的铁匠，虽然这样收益会减少，但为了建造大型建筑他没得选择，随即便让众人开始准备启程，带着物资前往江西。另一面，张义龙的师傅找了过来。张义龙不知道这个老头找他何事，他的师傅听说他当了正派，张义龙觉得不应该向反派低头，大骂受够了天天挨打练铁甲身。既然这样，师傅决定收回他的武功。这时屋上的女人大叫南宫家族出现。南宫家主没想到在这里碰到绿林之王铁雄，见到这个男人就怒从心来。不久前他接到了黑天连解除盟约，他动员的人准备了2个月，黑天连说撕毁就撕毁了。他派人去打探消息，得知全都是南宫家所为。南宫家主表示这全都是误会，铁雄觉得这个误会就是要毁了他们。南宫家主知道与反派讲不了道理，拔出了自己的宝剑，随即2人攻向了彼此。